前2天我做了一期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反响热烈。我拿出了大量的数据作为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国经济飞速下滑，正在坠入谷底。而我话音刚落，就在昨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那我公资审是不是要被打脸了呢？我们今天来好好聊一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在昨天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那可能有一些五毛粉红就开始要说了，你看你公资审又被打脸了，唱衰中国经济，你们这些人唱衰了20年30年了，结果怎么样呢？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先不说20年前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参与到唱衰经济当中，我真正唱衰实际上是在疫情前，大概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开始预计中国经济不行了，只会每况愈下。而事实也证明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步一步的在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率不断萎缩，同时中国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看看进出口数据，看看股市就清楚了。那么回过头来说，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那是怎么回事呢？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一次 IMF 上调的不只是中国，它是把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期都上调了，当然其中很多部分也都随之上调，其中就包括中国。所以这不单单只是对中国而已。但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看到这样的对中国经济有利的消息，赶快就要大做文章而且最有意思是 IMF 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具体数字，居然在人民日报这个长篇报道当中居然都没有写。他写了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增加 0.2 个百分点但是对中国的增长预期的增加他没写，那很奇怪了，对吧？你专门是讲中国，专门是讲外国如何看好中国，但是为什么唯独缺了这个 GDP 的数字呢？我觉得这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个数字仍然被中国政府所不承认，就是他不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因为这个经济增长预期比过去的这个预期增加了 0.4 个百分点所以说他还是要拿出来去讲，去当做这个证据证明中国经济好。但是这个 0.4 呢又不能说出来因为说出来的话，这跟中国政府设定的那个目标是不一致的你不能打中国政府的脸，对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不会去看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法，或者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这是他们自己单独的一个评估。那这评估出来的结果是说，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 4.6%， 而中国的媒体，中国特别是官媒党媒不敢报这个数字因为你不知道中央是准备要把这个数字设定到多少，因为中国 GDP 是人为操控的，以至于这篇文章在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增加，但是却又把这个具体数字给抹去了，又不敢说出来，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这是个细节了，它的标题是什么？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大引擎。我只能说这句话并不是完全错，确实仍然是最大引擎，只不过这个引擎正在着火。最近在中国贵州就真的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森林大火，从进入春季以来总计已经超过148起大火。那么目前火势相当的凶猛，而且伤亡惨重。从这张网友总结的图上就可以看到，整个贵州都在燃烧。因为官方不去报道这些受灾居民他们的困难所以导致了这些人只能在网络上面去抱怨。其中有人说说眼睁睁看着自己家里边变成废墟，痛哭流涕。本来这个省份就是一个穷困的省份，比起其他的沿海省份来说，工商业都不太发达。再加上这场大火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政府一个是在淡化大火这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就是尽可能封杀和屏蔽非官方的任何信息。我打开中国微博的热搜榜，前10个居然都没有贵州大火的消息，反而大家都变成吃瓜群众去谈什么那个中学李老师和那个16岁男学生偷情的花边新闻。真正那些涉及到这个社会和个人利益的普通民生的人间疾苦的这些内容，反而大家会忽略掉。看什么信息，对什么信息感兴趣，也能看得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对吧？如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日本、在那些发达国家发生的话，大家会去关注其他人的遭遇其他人的生死。
因为大家吃得饱穿得暖了，对吧？已经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了。一个是有公民意识，另外就是有关怀社会的意愿。可是中国人呢，是现在还在挣扎在温饱线上下，还在想着怎么赚钱，怎么能够跟别人勾心斗角。那这个时候你的神经紧绷，更需要看一些花边新闻、娱乐新闻来调节一下，而不去看其他那些人的惨状，因为跟你没有关系，你会觉得你自己已经够惨的了，对吧？为什么还看其他的人呢？所以这些无关痛痒的涉及到什么下半身的这些内容反而大行其道，在中国很多人都喜欢去讲，而更重要的事情反而大家不去关注，或者不想关注，甚至是关注不到，因为网络有屏蔽、封锁和这些各大媒体，甚至包括各大流量平台的带风向、带节奏，让你平时根本接触不到，甚至在一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在这个城市生活都不知道啊，我们海外的人反而知道。所以说五毛粉红骂我们说你们都不在中国，怎么能知道中国的事情，怎么能了解中国的国情？这种说法其实是正好跟事实相反。我们到海外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清楚整个全局，而这些在中国生活的人反而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说到中国经济引擎正在着火，而且贵州省正在真正的着大火，很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那么可见，当中国经济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那么在政治上就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还有社会管理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洞，发生各种社会治安事件。这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跟朋友聊起中国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已经取得一共识了，就是说从政治上你想进行任何突破改革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中共的倒台只会是从经济开始出现，就是它经济不行了，资源有限，分配不均，对吧？然后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去能够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掩盖，现在给掩盖不住了。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看到在中国有一个民间分析人士叫老蛮啊，他经常会发布一些对官方统计局数字的解读。他最近就发现云南停建了很多的项目，总计有1153个，涉及了总金额2904亿。这些项目停工之后，能够从这些项目当中抽出来偿还政府债务的仅有25亿。他觉得这个数字太过悬殊，他把整个数据都摆出来给大家看，这是完全从政府官方发布的数据来分析的。停建和缓建的政府投资项目的清单，1000多个项目，2900多亿的投资，真正云南政府能够拿出来的钱只有25亿。而且现在停建之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些承包商、这些工头、这些农民工，他们可能都钱拿不到了，会有多少工程公司、外包企业、工程团队的破产？云南如此，其他省份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这时候有人说了，不对啊，湖南省最近不是刚刚说要解放思想吗？对吧？要给他们时间，要给他们机会。有这种想法的人现在要打脸了啊！因为所谓的解放思想，我之前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解读，对吧？这个解放思想是从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的那个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回到毛泽东时代啊。当然现在是所谓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把你从过去那个错误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出来，这叫解放思想。OK， 这不是当年邓小平把毛泽东的思想解放出来，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啊。他的这个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让你统一思想，统一在习近平思想周围。那么这是我之前的解读，结果果然我在网上看到了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就出版过类似的书籍，的标题就叫做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看到没有？他让你解放思想，目的是什么？让你统一思想，就是从另外一个思想解放出来之后，然后再统一到这个思想当中。哪个思想呢？统一到习近平思想当中啊，这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吗？这反而是就像我说的禁锢思想、强化思想、统一思想。所以看到湖南省委所谓的解放思想啊，我看到一些海外的反共媒体啊，就认为是不是有一些改革的苗头了啊？我觉得不要太过天真。就在这2天，曾经拍摄乌鲁木齐中路的一个纪录片的导演被中国政府逮捕，他被指控所谓寻衅滋事罪。这个导演的名字叫陈品林。乌鲁木齐中路这个纪录片我还真没有看过啊，有机会我去看看。他曾经说过一段话，说政府越是在误导，越是在遗忘，越是在屏蔽，我们就越是要发声，越是要提醒，越是要记住。但是你一旦去发声，去提醒其他人，那你自己可能就要身陷囹圄了。因为今天的共产党
在习近平统治之下的中国是容不下任何的质疑和反对的。当然，还有一个令人稍微开心一点的消息，就是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觉醒不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不再继续的助纣为虐了。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拜登政府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全面清除在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要全面评估这些起重机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那么据说他们要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在美国港口的起重机将近有80%都是中国制造，因为它制造成本低嘛。他们觉得在港口有中国制造的起重机是不安全的。现在进入冷战时代，这都是敌国的设备，在关键的基础设施会造成什么安全隐患，他们开始宁愿不惜血本，宁愿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也要把这些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就是说，他们对中国政府、对共产党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信任的。但是你过去因为对中国的信任、对中国的友好，导致了大量购买中国的设备，然后大量的资金人才去到中国，对吧？那过去这个融合，现在要逐渐的脱钩，你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你过去认知不足所造成的代价。这个债现在开始还上了，早还总比晚还强，总比到时候想还不了强。你过去欠下的债，过去做错的事情，现在要付出代价得以脱身。今天中美脱钩，或者是对中国的制裁围堵，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亲中势力的阻挠这都是过去美国拥抱熊猫所付出的代价。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